当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和神话故事时，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描述多多少少会让你在这张巨大的幕布后面想要揭开它的冲动。一个有趣的词 Elohim 神，让我们知道上帝或者强大的存在不再是单一的，就给整个人类起源的故事带来了新的视角。虽然这个词至今仍存争议，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人类起源新故事的起点。当强大的神或天空人不是单独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更加有趣，或者说本来它就非常迷人，不是吗？这些存在似乎在地球上进行着一场多国争夺的战争，掌握着某种特别的地球计划。古代的北欧神话、印度吠陀和摩诃婆罗多等故事都提到了高级存在之间的冲突，人类在他们中间夹缝求生，或者确切地说，我们比较幸运而已。那么他们来到地球到底有着怎样的目的呢？这颗普通的蓝色星球为何会成了这些强大存在的争夺目标呢？他们是在争夺地球上的某样东西，还是他们的目标就是人类？这样的视角让我们对人类起源和神话故事有了一个全新的解读。现在我们可以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特的种族，与宇宙中的其他存在是相互共存的，并在努力寻找我们的起源，包括整个宇宙本身，而不是仅仅是某个至高无上的玩物。甚至此刻，我在想，未来的 AI 会不会也会产生这种想法？在人类无法触及的奥林匹斯山，高级的存在在那里争斗，争夺人类的管理权。在创世纪中也有这些强大存在之间的战争故事。大家知道，希伯来圣经中就有称为天空议会，有时被称为神之议会或天国议会。然而，这个议会成员的行为并不显得是那么的光明正大，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和冲突，争得面红耳赤，关于如何发展、引导、保护人类等问题的意见各持己见。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议会成员并不是一个充满爱与神圣的神的化身。我认为这可能是不同的外星种族在争夺地球的所属权。有学者认为 Elohim 一词就是指的这个古老的天空议会的那些成员。很显然，我们人类的祖先也不甘做一个吃瓜群众，也想积极参与这件事。在列王纪上22章中，一位希伯来先知就能够远程观察这个议会中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情况有些糟糕。在创世纪1至11章的起源故事中，可以隐约看出一些关于外星种族的降临、干预和不同议程之间的脉络。第一个议程可以从创世纪1章的前2句中找到，这个议程似乎是善意的，因为这些外星种族让被洪水淹没的地球恢复了生机。这个故事在全球范围的文化传承和神话中都可以找到共鸣，相关的细节也非常有趣。在创世纪3章，有2个针对人类的议程相互冲突，一个是让人类进化得更像他们外星种族，而另一个则认为不要让人类过于像自己。其中一派希望人类变得更有意识、更智能，以获得更好的生命体验，而另一派则希望人类保持低智，甚至无法形成文明，希望人类一直处于动物的水平。在创世纪6章中，其中的故事也可以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菲律宾、印度、北欧国家和凯尔特地区，如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等地的文化中找到不同的版本。它讲述了古代生物的杂交现象，这在创世纪6章中描述很奇怪，似乎是另一波外星文明来到地球，这些称为 Ben-A Elohim， 类似于强大的存在。不过，他们来到地球有着另一个目的，他们对人类非常感兴趣，希望变得跟人类一样，因此他们选择与人类女性进行交配，以增加自己的基因池。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支线故事，让整个事件看起来非常诡异。而创世纪6章的作者似乎认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来源，而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听到这个版本的故事。创世纪6章中的洪水故事在世界各地也有重复出现，显然这些外星人对于人类的看法产生了分歧，他们对地球上的人类数量、寿命等问题进行争论，看出来这些外星人之间有着不同的想法和目标。然后
在创世纪第11章中，地球又受到另一支外星人力量的造访。目前的翻译是将其呈现为耶和华的故事。耶和华是摩西所传达的神的圣名，但这是摩西时代之前的故事。有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以众神为主角的故事，因为众神的复数形式仍然在其中出现。这些外星人对于拥有技术的人类种族感到震惊，于是他们将我们的祖先炸回了石器时代的状态，以至于使原本所有的技术都失落了，甚至人类的祖先不得不重新演化语言的能力。这种神经干涉对我们的祖先来说绝对是可怕的。当前的翻译是说耶和华做了这件事，但如果我们深入挖掘，你会发现这些是众神的行为。那么我们要问，古代的外星存在当时在地球上做了什么？他们的存在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他们为什么突然就打了起来呢？我觉得这跟人类的议会或是联盟差不多的，联盟中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当他们目标和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争论就在所难免。如果没有一个更强力的一方介入，那么用武力淘汰对手是最直接的手段。当然，他们为什么而争斗，这确实是需要更深入的探究。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人类的潜力，都想取得人类和地球的所有权。如果这些都是上帝的行为，那么突然间你会有一个自相矛盾、动摇不定的上帝，他与自己争斗，以暴力的方式对抗自己，以至于差点消灭整个人类。从这也侧面表明人类的潜在力量。前面我们讨论说他们并不在意人类，而现在为什么又说他们为了人类竟然会大动干戈？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矛盾呢？那么我打个简单的比喻，当你和另一个人在街上突然遇上一只非常有灵性的流浪狗，反正就是没有归属权的那样，当你们都想将这只狗带回家时，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只有用武力。当然，过程中可能波及了旁边的小狗，但这时候你肯定不会很在意小狗的看法，对不？比喻或许有些不恰当，但意思就是这样，看起来矛盾，实则很自然，很自然的。关于洪水的故事，它并不是表明一个神明内心矛盾的事件，而是人类的祖先以不同的方式回忆起的那些外星存在的冲突，只是使用不同的图像和隐喻来表达。在2020年，以色列前太空安全局局长海姆·埃谢德发表了一份简报，其中提到了一个星际联盟，实际上是一个由外星存在或对地球具有利益的委员会，但他们希望将自己的存在保密。埃谢德只是揭秘者之一，前总统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前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多弗·梅隆也曾表示，军方人员目击过无法解释的飞行现象，并认为这些目击事件应该受到认真对待并进行进一步调查。这些高级官员的言论表明，地球上可能确实存在外星存在或星际联盟与人类进行互动。当然，这种外星存在访问地球事件并不罕见，可以说一抓一大把。正如我们从古代神话和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数千年来一直都有关于来自天空或天堂的存在与人类互动的记载。然而，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拥有现代技术和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种外星遭遇的可能性。乔治·布什和物理学家埃里克·戴维斯也曾就外星技术进行过简报，其中提到了来自外星飞行器的材料在地球上是无法制造的。这是对地球周围外星存在的另一种承认，是一个由外星族群组成的委员会。这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2016年去世的艾德加·米切尔一直坚持的观点非常吻合。米切尔是第6位登上月球的人，他一直主张解密美国的不明飞行物档案，以便人类能够成为太空族群的一员。同样，法国前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兰·朱耶、物理学家埃里克·戴维斯、前国防部官员克里斯多弗·梅隆和五角大楼负责调查不明飞行物的小组负责人路易斯·埃利宗多等人也公开谈论过这些问题。现在，来自以色列太空安全计划前负责人埃谢德的消息，一幅场景正在脑海中浮现，竟与人类祖先所讲述的天空议会惊人的相似。不得不说，这不是一般让人感到好奇。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强大者们在什么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在创世纪第3章中，讲述了这些存在对于人类是否应该有智慧、受教育、知情有着争论，还包括人类是否有权获得食物、水和药物，这些都是故事中的一部分。然后
在创世纪第11章中，有一个关于是否允许人类来共同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和塔楼的故事，也就是巴别塔。这些强大者们担心人类的团结合作会让自己变得强大和自给自足。为了应对这种担忧，他们混淆了人们的语言，并把人类分散到地球各地，还包括了人类的技术水平、人类的寿命应该有多长、人类在地球上的数量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进行的争论议题。有趣的是，这些主题竟与21世纪密切相关。任何读到这些故事的人可能会问，这些故事讲的是关于人类的过去还是现在呢？即使在今天，我们仍会对人口问题，我们是否会面临的问题，地球上的人口规模需要达到多少才是可持续的？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数量过多，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难道真的有人类清除计划吗？或者近些年的病毒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关于食物供应的讨论在21世纪也非常受关注。食物和水资源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它关乎着人类的发展和延续。石油化学、转基因、工业规模和农业之间有存在冲突，其中食物被专利化，因此食物的获取成为一个问题。它们与传统的有机综合轮作农业相互竞争，后者是我们历经岁月和几个世纪以来的方式更具普遍和广泛。如果用这样的逻辑来看待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医疗资源也拥有类似食物资源的问题。在工业制药方法和控制专利的冲突中，会限制人们获取拯救生命的药物，而传统和开放市场则本来就是相互对抗的。在21世纪，饮用水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人类的权利还是企业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随着对人脑的研究，人类智能问题又冒了出来。为此，澳大利亚为了打造人才教育体系，还专门进行了一些立法变革。于是，教育模式开始发生了转变，从一个教育模式到一个培训模式，再到一个由产业主导的模式。这与人类那些古代故事中所描述的多么的相似，特别是波波尔乌。波波尔乌也称议会之书，讲述了玛雅人的起源史，讲述了高级生物抵达一个被洪水淹没的地球，然后开始对地球进行改造，对人类的祖先进行调试，使其成为有用的劳动力。与蛇神也被称为库库尔坎或库库马茨，是首席基因工程师，他创造了比人类更先进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与蛇智人。他们拥有预知和远程视觉的能力，认知能力比人类更发达。不幸的是，与蛇神和其他强大的存在进行了协商，他们说这些与蛇智人太难管理了，太聪明了，能不能让他们变笨一点？于是与蛇神产生了一种气体，将这些气体喷洒在羽蛇智人族群上，损坏了他们的神经连接，使他们的感知领域被降低到仅限于5种感官，不再有先知和远程视觉的能力，他们只能看到和听到眼前的事物。当你听到这个故事时，可能会想，等一下，喷洒气体让人类变笨，这是在谈论过去还是现在？因为如今人们对喷洒到大气层中的物质也感到了担忧。为什么我们在土壤、海洋和食物供应中发现了莫名其妙的金属？这对我们有好处吗？在1970年代，报道称有调查记者跟踪研究，指出车辆排放的物质会对人类孩子的神经造成损伤。那些生活在高度污染地区、上学时周围都是汽车的环境的孩子们被发现更加具有攻击性。有专家指出，这些含铅燃料会降低人类的智力。对于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和研究员，我个人是非常尊敬的，是他们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得出这个结果后，人类开始使用混合动力车辆，使用的是无铅燃料。所以这个导致大脑损伤的气体的故事是现代的，也是古老的。在古罗马时期，城市的水道是铅制的，到了19世纪，研究人员开始认为这可能对古罗马人的行为产生了影响，使他们的智力降低，更具攻击性，原因就是铅中毒。那些想要反驳这个故事的人，现代研究也表明铅对人类健康会产生不良影响。那些不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因素的人必须承认，古罗马水道中的铅含量高于周围地区的100倍。所以对于现在我们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数千年前，当人类的祖先写下这些关于气体与蛇神和他们对人类的决策的故事时，
这些担忧也同样适用。那么，神话是什么呢？它是古老记忆的载体，还是用来传达道德教诲或哲学理念的隐喻呢？当你看到一些古代文化的祖先故事之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相似之处，而这些文化显然互不相干时，你会开始注意到那些重合之处。这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一直在错误地理解其中的一些故事。有些人以一种基要主义的方式阅读这些故事，对每个细节、每个词都逐字逐句地理解。有些人试图从故事中寻找道德寓意，其实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阅读《创世纪》这些故事，否则得出的道德意义将显得荒谬可笑。然而，当我们注意到这些故事之间的相似之处时，你会意识到这些故事是携带着记忆的。有时被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视觉记忆，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隐喻和不同的图像，但它们都描述了很久以前在人类组身上发生的同样视觉记忆。因此，这些故事被精心保存，很有可能不仅是为了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还为了给我们提供一个理解为什么今天事物运作方式的框架。我们的世界神话是为了唤起希望的画面呢，还是一个绝望的委员会呢？外星人的故事是否表明人类是一种崇高的主权物种，还是一种被工程化为外星存在的奴隶？当我们发现有一个由80个存在组成的委员会时，难免不会有种会重蹈覆辙的感觉。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些秘密的决策中，有一些对我们是有益的，是因为有一些族群他们关心智人，关心人类；但有一些也会有害的，即使人类有独特和特殊的地方，不过显然没法和他们自身的利益相提并论。如果我们可以与这些古老的故事进行交流，如果我们可以成为海姆·埃谢德所说的银河联邦中的一员，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之处？有些存在因我们而来的。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能够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我们的独特结合了动物的力量，哺乳动物的情感和高级的意识，产生了一种具有独特的爱、同情心、创造力和和谐能力的物种。很难相信有些存在的目的是因为人类的独特。如果确实如此，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变得特殊，如果我们能在银河联邦中找到我们的位置，那么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物种，理解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以及作为人类的巨大潜力。以人类终极3连问结束这个话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探讨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